中国和俄罗斯会不会结成军事同盟？普京的话又说明了什么？北约这种形式是否还适应当今社会？近日，中俄海上联合2021舰队在俄罗斯彼得大堤湾附近海域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期间，中俄舰队还共同穿过日本的津轻海峡，不仅引起了日本的高度紧张，也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就有舆论指出，中俄是否已经结成中俄军事同盟，以对抗美国的独裁专制，以应对最新的国际形势。基于中俄近期这么频繁的接触，确实会给人以遐想的空间。但是，中俄真的会结成军事联盟吗？真正的中俄关系是怎样的呢？当然，针对中俄双方是否会结成军事同盟，中俄双方也都做出了回应。我们先来看看俄罗斯是怎样回应的。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举行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回答关于北约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一个统一的威胁，中俄是否应该结盟的问题时表示，与北约不同，俄罗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互利的，不和任何国家敌对。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不存在封闭的军事集团，也没有建立俄中军事同盟的想法。所有关于这方面的猜测都是没有根据的。中国方面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呢？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主持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高度赞赏普京总统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对中俄关系的积极评价。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20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壁画引领下，双方始终坚持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基础上，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同8个字回应中俄两国关系：不是盟友，胜似盟友。汪文斌说道，世界是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携手应对，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携手践行合作共赢的思想理念，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谱写21世纪国际关系的崭新篇章。很显然，中俄双方对于是否结成军事联盟这一说法都是持否认态度。那些说中俄已经组成军事联盟的说法，都是基于不现实的臆测，毫无事实的根据，也是突出这些人的别有用心，意在渲染中俄世界威胁论。这些理应要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现今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各国都应该遵循这发展的准则，本着和谐共信、互帮互助，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那么，真实的中俄关系是怎样的呢？其实，中俄在之前还是有达成军事同盟的。那时的俄罗斯的前身是苏联，在朝鲜战争时期的中国和苏联就达成实质上的军事联盟。因为那时候的苏联是可以和美国争霸的大国，那时候对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确实是需要有老大哥来协助国内经济的发展。那时候中国的技术、科技、军事武器都是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也是少走了很多的弯路。但后面因为中国不愿意听从苏联的指挥办事，两国就闹得不欢而散，后面就开始长达几十年的冷战，直到苏联解体前，关系才有所缓和。而在苏联关系恶化期间，中国选择不结盟政策，与第三世界广泛建交。等到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又走上联合抗苏的道路。所以就中国和苏联结成联盟的结果来看，确实不是很愉快，甚至中苏合作的时间还没有冷战的时间长。所以两国一旦结盟，就要明确谁来占据主动权，那样只会拖累两国之间的合作，也会遇到更多的障碍，从而限制两国的发展。就这样看，两国结盟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儿。我们来看看中俄双方现如今是如何发展双方关系，中俄双方是如何加强双方的互信交流和合作的。据报道，近年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常态化的合作形式。从2012年开始，中俄两国海军之间已经进行9次海上联合系列演习。
其中2015年和2017年海上联演都分2阶段在不同海域举行，各为2次演习。近年来，中俄两国开展多层次联合军演，这不仅有助于拓展中俄两军联合反恐作战领域深度，而且将展示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体现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高度。并且有专家认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战略意图可能有相似之处，但大国的战略方向和焦点不可能完全重合。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三观不同，特别是世界观和如何处理对外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曾说过，毫无疑问，在军事领域，中俄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信任关系。但俄罗斯不会考虑与中国结盟，因为这种联盟形式已经过时。实际上，军事联盟是否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各国的军事潜能，这个说法也是存疑的。无论是现在的北约还是过去的华约，其实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军事联盟组织一定是有一个领头人。这些联盟的行动基本是以领头人的利益为核心，甚至要不惜牺牲其他盟友的利益。因此，更多国家独立自主性其实是被军事联盟给制约住的。比如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军事霸主地位，要求北约成员国军费占比不能少于 GDP 的2%。一些国家压根儿就没有军事威胁的压力，却也不得不投入高额军费来配合美军在全球利益上的行动。但这种行动却不一定给这个国家带来好处，反倒会带来灾难。比如美国拉着欧洲盟友在中东打了20年仗，也只给欧洲送来了难民潮。另外，在冷战结束后，这种军事对立的联盟组织实际上已经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商品贸易与全球化让美国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而国家之间的斗争也不局限于军事上的。如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说，北约实质上已经脑死亡，新时代的军事合作不一定非要采取联盟的方式，而中俄就是一个典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和俄罗斯现在的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高度，完全不需要再搞一个军事同盟出来，因为中俄现在的合作已经不再受限。在今年中国宁夏举行的中俄西部联合2021军事演习中，中国甚至出动了歼20战机。中国对俄罗斯也是完全处于公开化，这说明中俄双方对彼此很信任，愿意加强双方的互信交流。这真的是不是盟友也胜似盟友。所以，对于中国和俄罗斯双方关系的发展，美国一定会全面的关注，也会去采取各样的行动，并且美国也已经开启对华的新一轮行动。所以，中俄双方未来面临的考验必定还会不少。